如果我们把日韩的宗教圈当成社会新闻一样吃瓜娱乐，你会发现这精彩程度绝不亚于一场成人版的大电影那般精彩绝伦，大有看头。说是宗教，这是基于日韩国家对于这些类宗教组织的定义。按照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认知，其实这些所谓的宗教组织大都可以归类于邪教组织，也就是这些大大小小近万个邪教组织里有那么一小撮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们甚至不能称之为宗教组织，充其量也就是以自家私宅为单位的闭门自嗨团体。当然，我们对这样的团体组织者也有个非常贴切的名字——江湖神棍。熟悉万象奇谈节目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频道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日本怪谈系列，其中有一个叫做江藤幸子的女人制造了系列杀人事件，日本福岛驱魔杀人事件。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事情发展的最初和那个叫做江藤幸子的女人有那么一丢丢的相似，都是爱人出轨邪教信徒，然后他们发现了惊天的秘密，利用这个秘密敛财纳色，逍遥快活。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男主角已经74岁高龄的涉谷博人，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居然是绞尽脑汁的诱骗年轻女孩和自己发生关系。他甚至恐吓年轻女孩说，如果女孩不听他的话，马上就会被外星人绑架，然后剥皮吃掉，但只要你和我发生关系就不会死。朋友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惊不惊奇，意不意外？可是女孩们还真的就会屡屡被骗，住进了这个已经74岁高龄名叫涉谷博人的老神棍的封闭私宅。最让人吃惊的是，根据日本媒体最新的报道，涉谷博人近30年的时间里，身边从没有缺过女人。经过他反反复复结婚又离婚，前后有11位女性成为他的前妻，全部冠上了涉谷的夫姓。去年2月，日本警方上门追捕时，还发现了3个孩子，加上涉谷本人，多达13人一起住在涉谷位于东京东大和市的私宅里。最炸裂的是，这10几位前妻白天还会一同去附近商场或便利店里工作，所得收入用于涉谷神棍事业和庞大的家庭支出。最关键的是，这些前妻们居然都任劳任怨，和平相处。即使有家人有意寻回，他们竟对家人说，我爱着我们的丈夫和姐姐们，我愿意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是不会和你们回去的。朋友们，注意这位前妻的用词，他用的是我爱着我们的丈夫，这也进一步佐证了，虽然涉谷博人一再否认他和他的前妻们过着实质性的一夫多妻的群居生活，但事实证明，私宅里的前妻们一直把他当作整个宇宙的最中心，唯命是从。朋友们，今天我们就一起观察这起日本逆天神棍炼成记。为什么看似荒唐的一戳就破的骗术，还是有女孩们屡屡被骗？为什么前后多达11位前妻面对真相依然不离不弃，甚至有位前妻还主动邀约自己的同事与涉谷发生关系，以免被外星人剥皮吃掉？鼓励大象马上开始。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叫做涉谷博人的占卜师。当然，这是涉谷对外自己宣称的职业。不过，了解了整个事件的朋友，可能更愿意叫他涉谷神棍了吧？涉谷出生于东京丰岛区，学生时期从拓殖大学商学院毕业以后，就一直没有做过什么正经的工作。他对交往过的人说，他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但根据日本周刊现代的记者调查，直到步入老年生活，74岁的涉谷年轻时唯一做过的工作，可能就是推销酒水的推销员了。直到1995年，涉谷博人的第一任妻子迷上了算卦，还很快和一名占卜师搞到了一起。怎么样，朋友们，这个桥段是不是很熟悉呢？是的，日本福岛驱魔杀人事件中的江藤幸子，就是因为迷恋当地的一个宗教组织，把自己的丈夫也拉了进去，结果丈夫和宗教组织里的一个女人跑了，而江藤幸子自己也从中发现了商机，迅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可以通灵的神婆，从而开启了他的神棍之路。而今天的涉谷博人那就更厉害了，虽然妻子和别的神棍跑了，但他惊奇地发现，能打败魔法的只有魔法。占卜师虽然是个小魔法师，但他却可以轻易的就俘虏和控制一个女人。日本媒体周刊现代的报道说，2023年2月7日上午6点多，日本警察前往涉谷家中搜查时，
涉谷博人手持催泪瓦斯率先攻击了警察。虽然涉谷博人最终以妨害公务及性侵未遂罪嫌遭到逮捕，但令熟悉涉谷的警员惊奇的是，18年前的涉谷博人就曾经和11名女性实施一夫多妻制，因涉嫌强迫和其他女性与其一起生活，当时就被判有罪。没想到18年过去了，如今的他竟然通过反复与不同的女性结婚又离婚，依然和9名40多岁到70多岁的女子过着实质性的一夫多妻的生活。由于涉谷博人所犯18年前后的2次事件非常雷同，而且这2次事件都与一名叫做涉谷千秋的前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合并一起对比剖析。按照前后时间线的排序，涉谷千秋是在2003年12月25日与涉谷博人结婚，并于不久后离婚的。但涉谷博人的神棍事业却是从1995年开始的。当时他与第一任妻子及女儿搬到了这处位于东京东大河市的一栋3层1户建木造私宅。其妻与人私奔后，2000年2月到2005年年间，涉谷博人便开始与多位20多岁的女性同居生活，经过结婚又离婚，循环往复，期间与之结婚的女性多达11位，这其中就包括了2003年12月15日与其结婚的涉谷千秋。之所以要把涉谷千秋拿出来单独讲述，那是因为18年前后被当事女孩告上警局，也就是涉谷博人涉嫌强奸事件中的当事女孩，都是由涉谷千秋介绍的。以2023年2月7日的这次逮捕事件为例，时年44岁的前妻涉谷千秋于2022年12月12日在便利店打工时认了一名年轻女孩。日本媒体的报道说，未满20岁属日本法定上的未成年人。千秋对女孩说自己认识一位算命大师，非常的准，愿意介绍给女孩认识。女孩本来就对命理星座类的文化颇感兴趣，当时便答应了千秋，并随之到达私宅与大师会面。随后按照涉谷博人的指示，千秋把女孩带到了一个拉了遮阳帘的全黑房间，涉谷博人则躲在黑暗处一言不发，只是给女孩播放了 UFO 的视频。事后恐吓女孩说，你马上就会被外星人绑架，然后剥皮吃掉。女孩害怕的说道，自己不想被吃掉，要怎么办呢？涉谷博人则趁机出言诱导，要是不想死，那就要和我发生关系了。很明显，这次事件中的女孩并没有被涉谷洗脑。女孩起身要离开的时候，涉谷突然站了起来，打算强行与之发生关系。女孩见况不妙，快速拉开房门，直奔出口。事后，涉谷博人通过涉谷千秋威胁警告女孩，绝对不可以把事情说出去，更不可以报警，否则涉谷将让外星人把她抓走。最终，女孩感觉整起事件太过怪异，将事情告诉了家人。在家人的鼓励下，最终选择报警。18年前，也就是2006年，涉谷博人被捕的理由如前述事情如出一辙，但与之不同的是，当时涉谷博人极力想邀请时年20多岁的美代子加入涉谷的后宫生活，被美代子拒绝后，涉谷警告的内容那是相当的恐怖。他对美代子说，如果你要将事情说出去，我就会搅烂你，拿去喂外星人。美代子与朋友沟通后选择报警，涉谷博人也因此遭到起诉。当时起诉的理由是涉嫌强迫其他女性与其一起生活，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4年执行。靠背哦，判了个寂寞，怪不得他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继续结了离，离了结。根据当时周刊现代的采访记录，法庭之所以会轻判，此类案件的隐蔽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在场的只有涉谷博人和年轻女孩，而被捕后，涉谷博人拒不承认自己说了必须与自己发生关系才能免灾这样的话语，他只承认和被害人一起观看了 UFO 的影片。事实上，日本警方也确实在现场只找到了关于 UFO 的影片。18年前公审时，涉谷表示很后悔，说是要让妻子们全部回家，会和他们分手。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了18年的今天，涉谷博人依然过着他的逍遥自在的后宫生活，依然在阴暗无光的遮阳帘之下洗脑和威胁着其他女孩。日本爱好吃瓜的网友好奇地调查了涉谷后宫里的前妻们都是怎么被招募进来的，调查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个问题的答案咱们放到最后一个环节前妻们的秘密里进行重点讲述。但是2006年法庭判下缓刑4年后，各路媒体蜂拥而至，似乎这也让涉谷博人一战成名。周刊现代的记者曾采访涉谷，你为什么要和这么多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涉谷则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答案。他说，这一切都始于一个梦想，一个当他还是孩童时期的梦想。孩童时期，他做过一个梦，一群小鸡长大后，慢慢与他们的父母混淆了，后来变成了女人。刚开始是1-2个，但渐渐的就增加到10几个。他还大言不惭地说，当这些比我年轻许多的女孩蜂拥而至的时候，他觉得他要践行他从小就开始梦寐以求的梦想了。朋友们，你听懂他在说什么了吗？我看咱们也别费那个劲儿了，简单的说，他就是个自私荒唐的怪东西，他就是要妻妾成群，扯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一个老神棍，荒淫无度，又想吃白食，净扯那些闲篇儿。为了达到精神控制的目的和愚弄前妻们的目的，涉谷博人煞费苦心。透过日本电视台曝光的画面来看，18年前接受记者采访的涉谷博人，大约有5个老婆和女儿，总是参加镇上的各种活动。涉谷博人通常会在5个老婆中挑选出当天自己最喜欢的3个逛街游乐，毫不避讳。即使在家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涉谷的身边也坐着身穿渔网紧身衣以及迷你裙的美妻。就在媒体不断发酵之时，莫名其妙的谣言开始在邻里间蔓延流传。涉谷私宅的邻居证实，每到深夜凌晨3、4点钟的时候，涉谷私宅的屋子里总能若隐若现地看到一些诡异且可疑的仪式。邻居们不知道他们到底都在做些什么，因为窗户通常是关着的，但仍有几次涉谷私宅的邻居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透过窗户开着的缝隙瞧见了私宅里貌似有些恐怖且阴森的气氛。受访的邻居说，一根蜡烛矗立在漆黑的房间中央，环形围坐在蜡烛周围的妇女们脸被烛光照亮着，一闪一闪的。蜡烛旁边只有一个人，就是涉谷博人。他通常在施展咒语，嘴里振振有词，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叽里咕噜的。不久后，女人们的身体便开始摇晃起来，被烛光拉长的长长的影子也会来回摇摆。随着涉谷博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周围女人颤抖的动作的幅度也会越来越大。整个仪式会持续1个多小时，女人们持续不断的摇晃着头发，就好像被恶灵附体一般。当年涉谷博人被捕时，在警方的突袭检查当中，就发现了大量关于催眠方面的书籍。警方怀疑涉谷通过催眠控制了他的前妻们，但令受访邻居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就在他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整个仪式的白天，涉谷博人和他的前妻们在自家的院子里曾说说笑笑，开心地拍着修理家具的视频。结果到了晚上，这些女人们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像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了一样。关于涉谷博人通过什么方法洗脑了他的前妻们，我们后面再讲。但2005年的夏天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似乎也能佐证女人们被洗脑的事实。当时有邻居在自家的门前撞到了一对来自日本东北部城市的老年夫妇，其中这位母亲双手捂着脸，对这位邻居说，麻烦你请让我借用一下你家的自来水，我的眼睛被催泪瓦斯伤到了。私宅的这位邻居了解到，原来是这对老年夫妇经过多方打探，得知自己失踪多年的女儿就在涉谷家的私宅里。尽管在老年夫妇的哀求下，女儿还是不为所动，并声称，我爱着我们的丈夫和姐姐们，请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是不会回家的。最后，为了驱赶父母的离开，女孩竟然拿起了催泪瓦斯喷向父母。有报道说，当时女孩手里的催泪瓦斯是涉谷博人拿给女孩的，并命令其喷向父母。但涉谷在庭审时否认了这一指证，他坚称，我只是讲述了一个梦中出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而已，没想到他会信以为真。周刊现代的记者曾明确指出，涉谷博人善于表演，而且精于心理战术，善用一些令人不安的言论对妇女们进行精神 PUA 和洗脑，同时善用周围的环境，包括烛光的光线、暗室里的强光，对妇女们进行精神催眠。根据媒体最新披露的消息来看，自1995年起，在长达接近30年的时间里，涉谷博人通过不停的结婚和离婚的方式维系着他的荒唐后宫生活。多数前妻也由20多岁的少妇成长为40到70多岁的中老年妇女。即使面对记者的采访，众多前妻的回答却出奇的一致：我是真诚和他相爱的，我没有撒谎，记者先生，你可以信任我的。甚至有个别前妻一再强调，我们没有被洗脑，我们心甘情愿
愿地陷入到这段爱里，他没有强迫我们必须和他在一起，反而是我们央求和他生活在一起。涉谷私宅的邻居们也证实，似乎多数的前妻们每天清晨6点起就会陆陆续续地骑着自行车开始出去工作，他们都戴着帽子，穿着同样的衣服，看起来纪律严明的样子。反而是涉谷博人每天就是这里晃晃那里逛逛，一副逍遥自在的模样。不去上班的前妻似乎也都没闲着，院子里经常会传出他们做家务的声音。经常看到涉谷前妻们的邻居表示，涉谷喜欢的女人有个共同的特点，身材都很苗条，长着一张狐狸脸，尖尖的下巴，头发很长。夏天的时候，前妻们统一穿着迷你裙。有人说这是涉谷对狐狸女人们的特别喜好。日本网友特别总结了涉谷博人对女生洗脑控制术的诱导方法。通常情况下，涉谷博人在洗脑控制的一开始就会给对方一个恐吓后强势的压力，不容对方怀疑和思考，直接让被洗脑的女生吓傻掉。比如你将要被外星人剥皮吃掉，然后再提出破解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和他发生关系，一起睡觉。不想被外星人吃掉，一起睡觉；不想发生不好的事情，一起睡觉；不想莫名其妙的死掉，一起睡觉；想要转危为安，还是一起睡觉。总而言之，在涉谷博人的小黑屋里，他能够帮女孩解决所有的难题，唯一的方法非常简单又粗暴，就是陪她一起睡觉。另外，媒体公开的资料显示，涉谷博人的招募前妻们的渠道，除上述涉谷千秋透过介绍熟人的方法以外，在公众媒体上发布招募女助理的信息，也是涉谷重要获得前妻途径的方法之一。2005年秋天，时年30岁的玉奈就是在杂志上看到了涉谷博人刊登的招聘助理的广告时，遭遇了惊恐被胁迫的经历。之所以要把此事拿出来特别说明，你会发现涉谷博人的那套把戏其实也是漏洞百出，不堪一击。一旦打破涉谷预先设计好的诡异氛围，洗脑套路也就不攻自破。玉奈说，当天按照指示前来面试，1楼客厅有一个眼神空洞的20多岁的女孩，把自己带到了2楼一个空的房间里，窗帘是被拉上的，感觉很恐怖。隐隐约约透过照在自己身上一束光的后面，能够看到一个光头的男人。粗糙的木地板上放着一张桌子，光后面的男人让玉奈坐在桌子旁的一张凳子上，光是正面打过来的，所以玉奈什么都看不见，像极了戏剧中的审讯室。就在玉奈狐疑之时，光后面的男人突然厉声吼道：“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了。”玉奈事后回忆说，当时自己被吓得不轻，脑袋都要停止思考了，但自己也很生气，就语带怒气地对光头男人说：“你让我来面试，现在又避而不见，整得神神叨叨的，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被玉奈反击后的涉谷博人突然变得心烦意乱起来，甚至有些沮丧。陷入沉默之时，玉奈起身说道：“既然如此，我想我要回家了。”此次事件也得到了涉谷私宅一位邻居的证实。玉奈脸色苍白地走出涉谷家大门的时候，私宅的邻居曾对其善意提醒：涉谷家的房子有问题，有很多女人进进出出，个个狐狸似的狡黠模样。警察也来过多次。玉奈越发觉得后怕，瑟瑟发抖之下，踉跄地离开了涉谷的私宅。邻居的提醒并非不无道理，每当邻里出现在附近的时候，涉谷家的狐狸女人们总有一个会像看门人一样警觉且狡猾地守在房子的周围。如前所述，被自己的女儿用催泪瓦斯驱离的父母并非个案，涉谷的前妻们似乎各自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日本社会事件独立事务调查事务部的调查记者曾就涉谷前妻们的身世进行过调查走访。时年28岁的前妻 B， 父亲是个有诈骗前科的惯犯，生活中经常因琐事与母亲发生争吵，而且父亲在当地是个出了名的泼皮无赖。前妻 B 说，在私宅生活挺好，不留在这里，回去那个家也是无济于事，反而会令自己很难堪。另一位前妻 C 住进私宅的时候，一直处于精神焦虑之下。当时 C 的朋友因情自轻， C 的精神便开始失常起来。他是在寻找新工作的时候遇到了涉谷，也是在情绪极不稳定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私宅同居生活。前妻 D 的情况让调查记者甚感难过。D 与家人的关系非常淡漠，他的父亲面对警察的问询，曾明言确认：“我不想把他带回家。”自4、5年前 D 离家后，他的父亲一次没
没有再见过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警察找到他父亲的时候，父亲是没有去看望他的打算的。如果他没事，就这样生活吧，也没关系。至于涉谷博人有没有利用上述这些女人们的弱点，一个接着一个的说服他们，并创造了这个所谓的后宫，我想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不容置疑。但有一件事情让调查记者感到非常困惑，虽然涉谷家后宫系列事件前后近30年的时间里，涉谷博人现实中也还是与9名女性和3个孩子同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2006年被捕事件发生以后，涉谷博人开始把家里所有的土地和建筑物都赠送给他的前妻和孩子们。面对记者疑惑的采访，一向高调的涉谷博人对此避而不答。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